辣的美女？我要辣的。這次去香港獨旅吃了13間美食，有一間好吃到我打包回台灣，但有幾間網絡名店吃完反而覺得普普。到底是哪幾間呢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。這次一到香港，我就立刻去吃蘭芳園，點絲襪奶茶和傳統卡央西多士，總共港幣59元。下午4點去，店內還是很多人。點完餐之後，很快就送上來了。我先喝了一口奶茶，哇，喝下去真的感動到快哭了，超級好喝。這個西多士也很厲害，它是2片吐司夾在一起，中間有抹奶油還是那個奶酥醬，外面煎的脆脆的，吃下去真的唇齒留香，超級好吃。這是我在香港最愛的店之一。香港的雞蛋仔很有名，我這次在廟街夜市買了1份，但味道跟我預期的不太一樣。可能是老闆烤完之後，他怕我等太久，就想要急着給我，所以他冷卻放涼的時間太短，導致吃起來的時候味道偏軟，沒有那種脆脆的口感。會覺得有點可惜。冒着風雨也要來吃的就是華嫂冰室。我在這間點的是豬扒菠蘿包和熱奶茶，總共港幣50元。上菜速度一樣超快，菠蘿包裡面有豬排、生菜和番茄，那個整個分量超級大耶。不吃還好，一吃真的被嚇到。本來以為會很鹹很油膩，結果味道超清爽，每個食物搭配得很剛好。豬排的肉質很鮮嫩，生菜咬起來也很新鮮，脆脆的。再配上外面菠蘿包，還有奶油的香氣，吃起來意外的好吃耶。會覺得哇，每個食物都充分發揮它的角色，整個口感是很豐富，然後很滿足的。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吃這一間。在廟街夜市上的九妹燒烤，有很多觀光客在排隊，韓國人、菲律賓人都來這邊買。這間賣最好的就是烤生蠔，3顆要100塊港幣。它的生蠔蠻大顆的，都是現烤現做。如果你想在香港吃一點海產，可以來這間。這間也是香港很有名的冰室，去的時候人很多，但不用排隊，馬上就可以入座。我到這間本來想吃菠蘿包，但店員說11點之後才有，所以我就改點早餐的套餐。這樣總共是港幣50塊。套餐味道還可以，但炸魚真的太大塊，吃到最後很膩。建議大家可以11點半之後再來，選擇會比較多。吃完他的早餐覺得有點空虛，所以離開的時候又到旁邊的櫃檯去外帶一個蛋撻。必須要說，他們的蛋撻就真的很厲害，很香，味道很濃郁，餅皮也很厚，就是很有香港特色的一個蛋撻，很推薦。說實話，這間我本來不抱任何期待，結果他老婆餅超好吃，很香，而且不會甜。我現在很後悔沒有多買幾個，大家經過這間可以進去買一下。這間牛雜天王是網絡上很多人推薦的店，我點的是小份牛雜，45港幣，裡面有牛脆骨、牛腸還有牛肚。它感覺是用中藥材熬煮的，底下還有很多湯汁，聞起來很香。那味道我覺得，不像網絡上說的這麼好吃。我覺得可以不用特地安排過來吃。香港有很多燒臘店，每一間看起來都超好吃。我這次去的棋子燒鵝，覺得很符合台灣人口味耶。我點的是燒味雙拼飯。有沙超和燒腩仔，內用是68港幣，外帶會有優惠是43元。它的叉燒就是瘦肉的部分，
燒腩仔帶有一點肥肉，上面還有脆皮，吃起來就是脆脆的。它的叉燒很入味，但又不會太鹹，肉也很嫩。燒腩仔就是很香，重點是它的肥肉部分不會太油膩，吃起來就是 Q 彈 Q 彈的感覺。因為像我平常就不太敢吃肥肉，但這個燒腩仔我很可以，真的超好吃。而且有的燒臘店是比較重口味，會煮得很鹹，但這間就還蠻清淡的，可以吃出食物原本的味道。推薦大家一定要去這一間。這間也是網絡上很多人推薦的蛋王，它有賣魚蛋、燒麥和腸粉。要辣的不辣的美女？我要辣的。辣的哈，要辣的。店面旁邊就是內用區，大家自己找位置站着吃。首先是魚蛋，麻辣口味的，我覺得還不錯。再來是腸粉，這種腸粉我第一次看到，味道還蠻神奇的。最後是燒麥，就是很常吃到的那種一般燒麥的味道。這間我也覺得還好，不用特別安排過去吃。這間在 Google 評價很高，所以我是特地找過去的。很多人說叉燒酥很好吃，但我到的時候已經賣完了，只好先買其他的，像是老婆餅、蛋黃酥還有皮蛋酥。味道的部分我覺得中規中矩。這個超神奇，它很像台灣的燒烤，但又不太一樣。我這次點的 set， 它可以選5樣，總共20塊港幣。我點了丸子、豆腐、茄子、青椒，還有蟹腳。它的茄子和青椒上面還有香肉，味道還不錯。想吃蔬菜的話，可以到這一間。這間在香港的南丫島上，要搭船和走路才會到。它的豆腐花就是一整碗豆花加上薑汁蜂蜜，不另外加糖水，也沒有其他配料。一開始覺得有點甜，但吃到後面會有薑汁的味道浮上來，有點甜甜辣辣的感覺，是超乎我預期，很好吃的一間店，很推。因為我太愛香港的菠蘿包了，最後一天我就到賓士買了2顆打包回家，帶回台灣繼續吃。好的，香港3天2夜獨旅美食記錄到這邊結束啦。你到香港都吃什麼呢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嘍。